刚刚说的这些呢，正好可以引导到我们的下一个关卡，就是生了小朋友之后，是不是两个人的关系其实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呢？有新的挑战，对，我觉得当时我们俩的切身体会啊，尤其是生了2娃以后，就是我觉得明显时间上呢，两个人互相的这种沟通时间减少了，而且呢，我其实在这个精力上也带2个小朋友确实也是分了更多的精力，然后体力上也会有一些这种疲劳感，所以这些种种原因加在一块呢，确实我觉得使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矛盾集中爆发了。而且我觉得啊，生孩子这件事情呢，其实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然后我们其实平时大家的这种成人世界里面呢，没有那么多表现出我们内心渴望、内心期待的这种集中爆发点。我觉得生了2个小朋友以后，我们2个因为表达出了我们的内心对他们的一些教育方式的不同，这时候呢，会有非常多的这种集中点是反映出来我们2个的一些不同的。而这个时候再加上可能疲劳呀，或者是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不管是荷尔蒙的变化还是什么的，这些也是要正面去认识到它的，所以就会发现对我们2个人是非常大的考验。我记得我们最近这个小朋友现在5岁和3岁啊，就是这最近5年左右的这种发生矛盾争执，其实都是因为跟小朋友教育息息相关的事，有了一些变化。然后因为每一次的变化，一个新的对于生活原本处于的平衡，有新来的变量，就会打破这个已经原来磨合过的平衡。我们也是很多的事情都是磨合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在以前刚一起工作2-3年的时候，如何看待加班，如何看待升职，如何看待当时创业做项目，对吧？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后来磨合了。所以小朋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新的变量，我们呢就需要重新去理清自己的想法，去沟通自己的想法，并且没有执念、没有立场的去跟对方共同去探讨。但你提到就是说这些变化是要预期的，就像你提到荷尔蒙的变化，这从怀孕开始、孕期开始就会有很多荷尔蒙的变化。其实不光女性有荷尔蒙的变化，男性也有叫什么产后抑郁症。对，其实不光女性有产后抑郁，这很常见，男性也会有。我回想我在休产假的时候啊，就是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心理上的变化，我们要互相的第一对变化要预计到有这些变化，你只有预计到了才会有准备。我们也是在刚开始第一次生孩子、第一次怀孕的时候，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准备，也读了挺多书，发现呢这些知识非常有帮助。其中呢有一条我就学到，露露都不一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呢在生孩子的时候呀，很多时候这个孩子一生产出来，孩子陪产的家人啊或者老公啊就会冲到小朋友那儿去看。这个时候我当时读一本书，就是说当孩子出生了以后呀，先别着急去看孩子，陪在母亲身边。所以我当时呢就陪在你身边，我看到了咪代出生以后被抱到另外一边去，然后护士医生在那儿帮他包裹，但是呢我觉得要留在你旁边。是的，很贴心。对，所以这都是一些就是我们预计到的心理上可能有的变化，包括在哺乳期荷尔蒙的变化都会让女性包括男性有经历不同的心理状态。当我们预计到了，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准备。也许这些变化就是生命本身的含义，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化。当我们理解了这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是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去预计变化、接受变化，甚至享受变化。如果人生中没有这些意外的变化，那就是有点枯燥的一本书。但如果说我们就说人生就像你是一位作者，书写你自己人生这本书的时候，带来了一些不是你原本的想法，带来了一些意外，恰恰是这些意外使你这位作者的灵感更加的迸发，更加的有趣，书写这本书。所以拥抱这些变化。对于小朋友教育也是这样的，先理解生命，再理解教育。先要把像你说的把小朋友当做一个独自的个体，小朋友们孩子们是通过父母来到世界上，他不是求着我们来的，反而其实是因为我们的 DNA 我们的荷尔蒙使得我们想要去生孩子，他们呢只是他们来到世界上的一个通路，我们就是一个 passage。 他通过我们来到世界上了，他首先孩子们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再去考虑怎么样去教育。
对，其实这就说回到说，究竟我们跟孩子什么关系，以及夫妻之间应该什么关系。就我记得呢，有很多的故事，非常多心累的这种血泪史，其实都是因为说生了孩子以后，就说生理学上研究啊，说母亲在生完孩子以后呢，她其实内在的这种激素和荷尔蒙促使我们会很担忧孩子，比如说我们更容易去捕捉到高频的这种声音，小孩哭我们会比爸爸会先捕捉到，以及我们会更担心吃不吃得了饭什么的，这些其实是生理上赋予我们的，基因上赋予我们的。对。而延展过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就是妈妈会更操持一些孩子的这种起居啊，还有就是催着上学啊，催着做作业呀，然后经常就是扮演的是爸爸是那个带着玩的人，然后妈妈是那个劳心劳力的人，然后最后呢，等孩子长到可能5、6岁，孩子有更清晰的认知以后，他会喜欢爸爸，然后这时候妈妈的心理落差就会非常大，说平时都是我在这么辛苦呀，可是到最后孩子跟爸爸亲，孩子好玩的想着爸爸，然后出去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呢？就说夫妻关系其实应该摆在孩子关系之前的，对，就是首先呢，我们应该认可2个人关系是最重要的，对，你其实应该花同样的气力，去关注这个妈妈，就像你说我生产完以后要去关注这个刚刚生产完的妈妈一样，同样也应该关注爸爸，就是2个人之间的这种比如说定期的沟通呀，或者是2人世界呀，或者是这种互相的关怀呀，这种爱的5种表达方式嘛，就是有肢体接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贴心的行为，其实还是要有，所以就不是说把所有眼光就放在小孩身上，然后总是用一种紧绷的状态去想要去控制着孩子，有松弛感，对，担心孩子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然后一直盯着他。其实我当时就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我需要时刻着去跟自己的生理基因去抵抗，就我要提醒自己，我要用理智去把我自己拉回来，就是不要想要去控制这么多，别那么多眼光都放在了孩子身上，然后要爱自己，同时要爱老公，要给自己和老公同样的时间，可能这样会使自己也进入了一个更好的状态。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这个作为爸妈的这个状态好了，其实给孩子的氛围是松弛的。我记得群里有个朋友问，怎么样让孩子有内驱力？其实有一个研究就说明，孩子的内驱力是在大脑松弛的时候产生的。当我们给他一个很温馨、很松弛、很愉快的家庭氛围，同时爸妈以身作则，因为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更多的是效仿爸妈而来的，而不是我们爸妈用这种就是大道理去灌输或者是强制，也不是来自于你想让孩子爱运动，不是给他报更多的网球班什么马术班、游泳班，而是你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你早上去跑步，你去打网球，你的孩子就会去学。所以那句话就说呢，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孩子的影响远远大于父母为孩子做了哪些事儿。所以呢，别把关注点放在要为孩子做这做那。你成为了一个那样的人，你有好奇心，你爱学习，是一个终身学习者，你有开放的心态，你快乐，你的孩子就会很容易的去具备这些特质，而不是说像你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像一个警察一样盯着孩子，像一个木匠一定要木匠一样，对，把孩子雕刻成一个你的木艺的艺术品。你雕的过程中满头大汗，孩子被雕的好痛苦，因为你一定要让它变成一个你的作品的形状。但是呢，如果你作为一个园丁，我就每天给孩子浇水，孩子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面有太阳光照，有好的空气，然后又有养分，我就浇水就行了。其实园丁就很放松，树它会往它自己的方向去长，它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你修剪一点点，但是不要把它做成一份盆栽。你把孩子做成了盆栽，他就没有了创造力，他在未来的社会中也就更难去有竞争力。所以呢，就做一个懒一点的园丁，你偷了懒，其实你舒服了，你的孩子作为一棵树木生长得更开心。对，就我觉得这个育儿观念确实是2个人需要去沟通的，这就是我原来有一个小视频，就是说备孕的正确方法，除了你要准备你的身体状态之外，你的心理和情绪状态也是要准备。其中一个很大点就是包括了对伴侣之间的这种沟通，就是比如说关于当时为什么要生孩子，其实是双方也要沟通好。还有就是生完孩子之后，我们大概想怎么样分工。
怎么样去各自的发挥自己所长。因为我看到非常多的一些不好的故事啊，或者是矛盾点，就是说有一方不作为，根本就不管孩子，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特别心酸、特别失落的这种抱怨。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应该一开始要去沟通好的。预期没有设定好。比如说，很多人为什么不想要孩子？为什么很多人不想养孩子？可能他最根本的要孩子的这个初衷，他就没有想清楚。他可能认为就是我爸妈让我生，或者到了这个年纪都有孩子了，那我也来生。但是这生出来以后，你发现你自己的心态上并没有准备好去养育它。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就会心理上觉得想象着双方的分工是什么，说好我一天我在外面打工，男方可能更多容易这样子啊，男方觉得我在外面工作，我的社会压力大，然后我现在回到家里，那我很累，然后我就可能不想去照顾小朋友，然后母亲呢天生就会更有一些母性关怀一些，那就分工给你吧。但是女性有时候她可能也有自己的需求，而且当她做了很多这种体力上的累以后，她确实也需要放假的时间和休息的时间。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可能一个就是你真的要去沟通，要去说清楚，说我们来怎么样去分工。还有就是要学会在情绪抒发泄情绪之前，能够正面的去说自己的需求。比如我要告诉你，我现在很累，请你过来帮我一下，而不是说我就压着火我去做这件事儿，然后最后说你怎么不来干我？你在干嘛？就是用这种抱怨的方式去说，这时候其实对方也更不想去参与。你说的非常对，能够用觉察者的角度观察到自己的情绪，并且用中立的语言来描述出来，你可不可以帮我，而不是用抱怨的方式，你怎么不帮忙？或者是说，那这样就是会让关系进入到不好的状态。其实我刚刚听到你说的这几个例子，我观察了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明确的 intention， 好的 intention。你为什么要包括生孩子？你说，比如说有父亲在外面工作很累，其实这个累，你心里的累，就是恰恰说明了你不想做这件事儿，你似乎是被迫的做这件事儿。那你反而呢，跟孩子在相处，你也可能会觉得我不想带孩子，我就不会这么说，我会觉得我会跟孩子是一起的玩，一起的成长。孩子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再过一次童年，让我又能去游乐场，又能去迪士尼，又能去公园里的这些免费的 playground， 我觉得很开心。其实是孩子带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很享受跟他们的相处。当你的 intention 不清晰，你的动机是不对的时候，你的感受就会是负面的，你的身体就会是累的，你的精神上也是觉得自己在受压迫、受折磨的。所以要有一个清晰的好的 intention。 对，其实又回到说要去认识自己的问题，你要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这又回到说我们说要不负责任，其实这也是我们上一期视频提到的，就是不负责任的人，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压迫着你做，比如说出去工作，或者是带小朋友跟小朋友一起玩乐，当你真正发自内心的去享受中间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做的也很更开心。人生这么短，不值得去压迫着自己做任何事儿。这个时候你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其实更主要的是先想清楚自己，给自己多点时间思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时候你的主动权、塑造力在你自己手上，更多的是东西也不会觉得是别人压迫你去做。也许你做的同样的事儿，你也是去上了学，也是去工作，也是去生了孩子，可是每一次的主动权是自己发出的。其实每个人的这样子的体验也会是更好的。对，就是说到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不是为了对别人负责，先做到对自己负责。你所有的选择都不是外界强迫给你的。当我们刚刚说到受害者心态，当我们觉得我没得选，我一定要做这些事儿，不做这些事儿，外界接受不了，社会接受不了，家庭接受不了。其实呢，这就是把我们自己摆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不想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所以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任。所以所有的外界的枷锁也都是内心想象出来的，这些所有的枷锁，不管是金手铐还是铁手铐，都是自己戴上去的，也只有自己能解下来。所有去把自己当做受害者，去认为这都是别人捆绑在我这儿的，其实呢都是在逃避这种真正为自己负责任的一种状态。那么在婚姻时间久一些，然后呢，随着孩子长大，那很多朋友们就会进入到35岁、40岁这种中年的阶段了。对，其实我们会
经常听到很多朋友问我们，嗯说，哎，你们两个决定一起出去旅行，环球旅行，带着孩子，这个过程是谁说服谁的呢？或者说，哎，看你们两个沟通的时候，似乎好像很有默契，然后这个能够就是有类似的想法，这是怎么样修炼的呢？如果中间